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夏天要多吃绿豆，绿豆可以清热解暑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用绿豆和鸡蛋来分享一个懒人早餐的做法，5分钟出锅，吃起来外酥里软，比馒头好吃，做法比包子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00克绿豆，把它放入盘中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。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把绿豆放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，把绿豆简单的抓洗几遍，洗净后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绿豆，看一下变得胖乎乎的，泡到这样的程度，就说明已经泡发好了。再把绿豆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另外一个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绿豆的碗中。做这道美食呢，鸡蛋尽量多打几个，这样会更加的营养。鸡蛋打好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绿豆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，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再加入100毫升清水，盖上盖子，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绿豆浆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，再把它倒大碗中。最后搅打成这样细腻的绿豆浆就可以了。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准备20克红枣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再准备1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食用小苏打。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尽量多抓拌一会儿，抓拌2分钟左右。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上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。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。这一步呢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这是发酵了1晚上的面糊，我们取出来，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变得胖乎乎的，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。再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放入红枣和葡萄干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完全融入面糊里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
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拌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趁预热，先关一下火，淋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然后再倒入刚调好的面糊，全部倒进来。再用铲子铺平铺均匀，给它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这一步呢，一定要关火，千万不要开火。如果开火的话，表面还没整理平整，底部就已经烙糊了。整理好以后，再撒上一些黑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再淋一些食用油，锁住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柔软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烙1分钟，把饼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饼底部已经定型了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盖上盖子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再打开盖子，再用铲子翻一下面，像这样两面都烙至定型的时候，再沿着锅边淋入100毫升的清水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下火焖5分钟，把汤汁收干。这样呢，能保证把饼的中间彻底的焖熟。听到锅中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说明底部的汤汁已经收干了。再打开盖子，再给面饼翻一下面，再给它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烙至金黄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。直到把饼两面烙至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用铲子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。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。我这里呢，给它切成了3角块。切的时候表皮非常的酥脆，中间蓬松暄软，还有一股绿豆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绿豆发面饼就做好了，不用烤不用蒸，出锅豆香味满屋飘，鲜软又劲道，吃起来外酥里软，香甜可口，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。早上起来几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早餐，搭配牛奶豆浆粥会更加的营养好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